要讓一座島嶼安靜下來，其實不需要一枚飛彈，不需要戰機越過海峽中線，不需要登陸艇搶灘，甚至不需要一聲槍響，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那些看不見的線躺在哪裡。台灣對外的網絡流量超過90%不是走天上的衛星，而是躺在海床上的14條海底電纜。這些纜線把台灣跟日本、跟香港、跟東南亞、跟美國西岸連在一起，聽起來像是用鋼鐵鑄成的國家命脈，但真相是，在深海裡，它們最細的地方直徑跟你家花園澆水的水管差不多，外層包一層塑膠，一層鋼絲，中間是比一根頭髮還細的光纖。整個國家的金流、通訊、影音、雲端都塞在這幾條線裡面。2023年2月，馬祖對外的2條海底電纜在短短幾周之內先後被切斷，5萬多名居民過了50幾天類斷網的生活，網路卡到打不開一則訊息，刷不出一筆轉賬，連掛號看診都要重新排隊。當時多數台灣人把它當成一則地方小新聞，覺得又是哪艘漁船不小心脫斷的意外，但在軍事圈跟情報圈的眼裡，那50幾天不是意外，那是一場公開的壓力測試。有人想知道，切斷一座島的神經需要幾天？被切斷的人會慌到什麼程度？外界又會怎麼反應？會不會有人出來喊痛？會不會有人真的派船去修？今天這一集，我們把這件事整個攤開來講，這14條纜線到底在哪裡上岸？切斷它們到底有多容易？台灣手上真正的備案又到底夠不夠？而在最後，我會告訴你，為什麼有一派專家認為，如果哪天真的要對台灣動手，第一個被切開的不會是機場，不會是港口，而是這幾條你從來沒放在心上的線。這不是嚇你，這是攤開來算給你看。先從最基本的講起，很多人以為這是網絡時代，資料當然是走衛星、走天上，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全世界跨海的資料流量超過95%是走海底電纜。我們每天看的影片、傳的訊息、打的跨國視訊、銀行之間的清算，絕大部分都是從一條躺在幾千公尺深海床上的玻璃纖維裡用光的速度跑過去的。衛星不是不能用，是頻寬太小，延遲太高，成本太貴。一條現代化的海底電纜傳輸量可以是同時間所有通訊衛星加起來的好幾倍。這就是為什麼全世界的網絡骨幹其實是鋪在海底，而不是掛在天上。這件事有多老？第一條跨大西洋的電纜1866年就成功接通了，那時候傳的還是摩斯電碼，也就是說，人類把國與國之間的通訊交給海床已經超過150年。這中間有一個關鍵教訓，很多人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第一天，1914年，英國做的第一件戰略动作，不是派兵，不是轟炸，而是派船把德國通往外界的海底電報纜線一條一條剪斷。德國瞬間被迫改用容易被攔截的無線電，往後好幾年的情報戰，英國都占了上風。這是一個超過100年前就示範過的道理，切斷對手的通訊命脈，比打贏一場會戰更划算。一條海底電纜是怎麼鋪的？專門的布纜船拖着幾千公里長的纜線，沿着事先勘測好的路線一路沉到海底。淺海區纜線會被埋進海床底下，避免被漁網、被船錨勾到。但到了深海，成本太高，也沒必要，纜線就直接躺在海床表面。這裡就藏着第一個脆弱點。全世界每年海底電纜都會發生上百次故障，絕大多數真的是意外，是拖網漁船的網，是下錨的貨船，是海底地震跟山崩。所以意外這2個字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用的掩護。一件真正的破壞，只要做得像意外，就幾乎不可能被證明。記住這個邏輯，等一下講到馬祖，你就會懂為什麼那麼難處理。現在把鏡頭拉回台灣，台灣是一座島，這是地理事實，也是戰略宿命。我們對外的14條國際海底電纜聽起來數字不少，但真正的問題不在數量，在於他們上岸的地方。這些纜線不是均勻分散在整座島的海岸線，而是高度集中在少數幾個登陸站。公開資料顯示，台灣主要的國際海纜登陸站集中在北部的宜蘭頭城，還有南部的屏東枋山一帶。換句話說，
一整個國家對外的網路，最後是收束到幾個你在地圖上要放大很多倍才找得到的小點。這就是脆弱的真正意思。想象一下，一棵大樹有14條樹根，聽起來很穩，但如果這14條樹根全部从同2-3個地方鑽進土裡，那你只要對準那2-3個點，這棵樹一樣會倒。海纜的登陸站就是這種收束點，而且登陸站本身是實體建築，位置在公開的航海圖上，在申請的許可文件裡幾乎沒有秘密可言。它不像飛彈基地藏在山裡，它就在海邊，明明白白。這是海島型國家先天的難題。纜線在海裡難防，上岸的點又太集中。有人會說，那把纜線炸掉，把登陸站炸掉不就好了？何必講得這麼複雜？這裡就要講到現代衝突最狡猾的一種打法，叫做灰色地帶。它的核心思想是用一切還不到開戰的手段去達成戰爭才能達成的效果。不開第一槍，不承認，不留下明確的證據，讓對方抓不到把柄，找不到反擊的理由，卻又真真實實的被削弱。切斷海底電纜就是灰色地帶手法裡效果最好、成本最低又最難追究的一種。為什麼难追究？因為海底這麼大，一艘船慢慢開，拖着锚在海床上滑過去，剛好滑過纜線的位置，纜線就斷了。事後你要怎麼證明他是故意的？他可以說我在下錨，我在避風，我機械故障，我不知道那裡有纜線。你抓不到人，也告不了誰。這就是為什麼切纜這種事，攻擊方幾乎是穩賺不賠。成功了，對手斷網，社會恐慌；被抓包了，頂多說一句抱歉，是意外。現在我們把馬祖那件事整個還原一次。馬祖是台灣離島，緊貼着中國福建外海，它對外的網路靠的是2條連回台灣本島的海底電纜。2023年2月2日，第一條斷了，過沒幾天，2月8日，第2條也斷了，2條前後不到1周全斷，5萬多名馬祖居民等於被丟回幾十年前。負責維運的中華電信事後公開表示，研判是中國籍的船只造成的，一艘是漁船，一艘是貨船。但注意這個用詞是研判，因為就像我們前面講的，你很難100%證明他是故意的。真正讓軍事圈坐直身體的，不是斷了這件事，而是怎麼收拾這件事。馬祖斷纜之後，台灣不是說修就能修，全世界能修海底電纜的專業布纜船數量本來就很少，都要排隊調度。台灣自己的維修船當時檔期滿了，最後馬祖那2條線，居民足足等了50幾天才陸續恢復。在這50幾天裡，馬祖靠的是緊急架設的微波備援，把訊號用無線電波打回台灣本島，但微波的頻寬跟海纜差了非常多個等級，那種感覺不是快跟慢的差別，是勉強能用跟完全正常的差別。全島的網路等於同時擠在一根很細的吸管裡。把這件事放大來看，你就懂它為什麼是預演。一座5萬人的離島被切斷50幾天，社會沒有崩潰，但確實很痛、很慌、很不方便。這正好給某些人提供了一組非常寶貴的數據：切一座島要多久？對方多久才修得好？修的時候有沒有國際奧援？輿論會不會發酵？這些答案在一場真正的大規模行動之前，都是必須先知道的。馬祖就是那個規模剛剛好、代價又不大的試驗場。這不是陰謀論，這是把已經發生的事用軍事的邏輯重讀一遍。其實台灣自己就親身上過一次，海纜有多要命的震撼教育，只不過那一次的兇手是大自然。2006年12月，屏東恆春外海發生強震，這場地震不只搖了台灣，還在海底引發了海床崩塌，一口氣扯斷了經過巴士海峽的多條國際海底電纜。結果是什麼？整個東亞、東南亞一大片地區的網路瞬間大亂，台灣連到國外的網路又慢又斷，銀行的跨國交易受影響，很多企業對外的連線幾乎癱瘓，工程人員忙了好幾個星期才慢慢修復。注意，這一次沒有任何人動手，純粹是天災，就已經造成這種規模的混亂。你把這件事記在心裡，再想象一次，如果不是地震隨機扯斷，而是有人挑準了那幾個最關鍵的位置，在最敏感的時刻精準地切下去，
那個效果會放大到什麼程度。2006年那次，等於老天爺提前替我們做了一次真實的壓力測試，把海纜這個破口血淋淋地攤在所有人面前。還有一個平常沒人會注意，但關鍵時刻要命的環節，就是修得回來這件事。前面提過，全世界能修海底電纜的專業布纜船數量非常有限，全球加起來也就那幾十艘，而且常年都在世界各地排隊出勤。這代表什麼？代表就算你有錢有技術，真正要修的時候，你還得等船有空，等海象許可，等對方讓你安全作業，在成平時期等個幾周修好一條線，頂多是不方便。但如果是在一個氣氛緊繃，甚至有軍事對峙的時刻，維修船敢不敢開進那片海域，能不能安全地把纜線撈起來接好，本身就是一個大問號。切斷只要幾個小時，修復卻可能要好幾周，甚至在最壞的情況下根本修不了。這種破壞極快、修復極慢的不對稱，正是海纜戰最陰狠的地方。而且這種試探不是台灣獨有的劇本，把眼光放到全世界，你會發現海底纜線已經變成大國角力的新戰場。2022年，連接歐洲的北溪天然氣管線在波羅的海海底發生爆炸，那是一次針對海底基礎設施的破壞，震撼了整個歐洲。2023年到之後，波羅的海又接連傳出海底電纜跟輸氣管被損壞的事件，好幾次都跟可疑船只脫錨的軌跡對得上。歐洲國家因此開始高度緊張，甚至派出軍艦跟巡邏機去盯着自家海底那幾條看不見的線。你看，同樣一套劇本，同一種難以證明的意外，正在世界各地反覆上演。台灣不是特例，台灣只是這條戰線上處境最尖銳的一個點。好，現在講最讓人不舒服的部分。假設，我是說假設哪天不是馬祖，而是台灣本島對外的主要海纜同時出事，不是斷一條，是那幾個登陸站附近的多條線在短時間內接連被切斷，會發生什麼事？接下來這一段是情境推演，我要先講清楚，這是推演，不是預言，目的是讓你理解連鎖反應，而不是嚇你。第一波受衝擊的是金融，現代金融是建立在即時通訊上的，跨國匯款、外匯清算、股市跟國際市場的聯動、信用卡跨境授權，全都要靠对外的網絡即時傳輸。海纜一斷，這些即時性瞬間受影響。你去提款、去刷卡，可能還能撐一陣子，因為國內的系統還在，但只要牽涉到跨境，牽涉到即時對外確認的環節，就會開始塞車，開始延遲。金融最怕的從來不是缺錢，是不確定。一旦大家開始懷疑系統是不是壞了，錢是不是還在，那種恐慌會自己長大。第二波是通訊跟民心。現代人的安全感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隨時連得上這件事上。訊息傳不出去，家人的電話打不通，國外的新聞看不到，社群平台一片空白。在這種時候，資訊的真空會被謠言灌滿，而這往往才是攻擊方真正想要的效果。切斷通訊不只是讓你不方便，是要制造混亂，制造恐慌，讓一個社會在最需要團結、最需要正確資訊的時候陷入各說各話。這是一種攻心，成本極低，效果極大。第三波也是軍事上最關鍵的，是指揮管制。軍事上叫只管通情。現代防衛體系高度依賴資訊的即時流通、情報的傳遞，單位之間的協同，跟盟友之間的溝通，都需要穩定的通訊。如果對外的主要通道在關鍵時刻被切斷，即使你的部隊還在，裝備還在，那種看不清全局、下達命令會延遲的狀態，本身就是一種重傷。歷史一再證明，很多時候決定勝負的不是誰的火力大，而是誰能先看清楚戰場，誰能先把正確的命令傳到正確的人手上。切斷通訊，攻擊的正是這個核心。看到這裡，你可能會問，那不是還有備案嗎？衛星不是可以頂上嗎？這就要來盤點台灣手上到底有哪些牌，以及每張牌真正的極限在哪。第一張牌是微波，就是馬祖當時用的那套，用無線電波在點跟點之間傳資料。它的好處是不靠海底，架設相對快，但它的死穴是頻寬太小，而且怕地形，怕天氣。它可以讓一座離島有訊號，
但要它扛起整個國家平常的網絡流量是天方夜譚。它是急救用的氧氣罩，不是能長期呼吸的空气。第二張牌是傳統的高軌道衛星，也就是掛在36000公里高空，跟地球同步轉的那種。它的好處是覆蓋範圍大，一顆就能罩住一大片，但它的極限也很硬。一個是延遲，訊號一來一回要跑7萬多公里，你打視訊會明顯感覺到那個卡頓。另一個是總頻寬有限，再多用戶去分，每個人分到的就更少。它可以維持最基本的緊急通聯，但要撐起一個現代社會的日常運作，差得非常遠。第三張牌是這幾年最熱門的低軌道衛星，最有名的就是星鏈。它的原理不一樣，不是用少數幾顆高高在上的大衛星，而是用成千上萬顆低低的小衛星，在幾百公里的高空織成一張網。因為離地面近，延遲低很多，頻寬也大很多，理論上是海纜之外最有希望的備援。烏克蘭在戰場上就靠低軌衛星維持了大量的通訊。但星鏈這張牌對台灣有一個很現實的難題，它的營運掌握在一家外國私人公司手上，而且這家公司的老闆是一個立場常常搖擺、決策難以預測的人。烏克蘭就親身體會過，當戰況牽涉到這位老闆自己的判斷時，服務可能會在關鍵時刻被限制、被關掉。你把國家最後的通訊命脈交給一個你完全無法控制，甚至無法預測的外國人手上，這在戰略上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何況台灣對於這類牽涉國安的關鍵基礎設施，本來就有很嚴格的股權跟落地規範，不是想用就能無條件用。所以你看，微波不夠力，高軌衛星太慢，星鏈又不能全然信任，這就是台灣真正的難處。海纜是主動脈，一旦被切，現有的備案沒有任何一個能夠完整的頂上來。這不是危言聳聽，這是把每一張牌攤在桌上，一張一張看它的極限。那台灣有沒有在做事？有，而且看懂了這個威脅之後，你會發現這幾年有些新聞其實都指向同一個方向。台灣公開推動的是要建立自己能掌握的衛星通訊韌性，包括發展屬於自己的低軌道跟中軌道衛星計劃，不把雞蛋全放在別人的籃子裡。政府也在推所謂的數位韌性，講白話就是，假設哪天海纜真的斷了，對外通道被切了，整個社會要怎麼靠備援撐住基本運作？政府的命令怎麼發得出去？緊急資訊怎麼傳給民眾？這些聽起來很枯燥的準備，在承平時期沒人在意，但真正出事的那一刻，就是能不能撐住的關鍵。軍方這幾年的演習也開始把通訊被切斷列為想定的一部分。過去演習比較常見的想定是敵軍登陸，是飛彈來襲，但現在越來越多的推演會加進一個前提：如果一開始我們就處在資訊被壓制、對外斷聯的狀態下，各級單位還能不能各自作戰，還能不能靠備援的通訊網撐住指揮？這代表一件事，防衛的思維已經從打得贏一場仗往前推到先撐得住被切斷的那幾天，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變。講到這裡，該來揭曉這一集開頭埋的那個問題了。為什麼有一派專家認為，如果哪天真的要對台灣下手，電纜戰會比封鎖更早，更可能先發生？先講封鎖，傳統想象的封鎖是派出大量軍艦、軍機，把整座島圍起來，不讓船進，不讓船出。這在軍事上當然做得到，但它有幾個很麻煩的後果。第一，封鎖是明確的軍事行動，等於公開宣告開戰，國際社會沒辦法裝作沒看見，盟友的介入、經濟的制裁全都會被觸發。第二，大規模封鎖要動用龐大的兵力，長時間維持，消耗極大，而且擺明了讓全世界盯着看。第三，封鎖傷的不只是台灣，連帶會掐住全世界最重要的一段航運跟晶片供應鏈，等於把很多大國一起拖下水，反彈會非常猛烈。換句話說，封鎖是一張很重、很貴又很難收回的牌。現在對照電纜戰，切斷海底電纜，不需要開一槍，不需要公開宣戰，它可以偽裝成意外，可以推給民間船只，可以事後道歉，它不觸發明確的戰爭門檻，國際社會就算心裡有數，也很難拿出決定性的證據去反制。它的成本極低，幾艘船，幾個錨，
就可能造成一座島的通訊半癱，而它的效果卻可能極大，制造金融的動盪、社會的恐慌、指揮的混亂，甚至在真正的軍事行動之前，先把對手的心理防線鬆動掉。你把這2張牌放在一起比，答案就很清楚了。如果你是那個想施壓，又不想馬上承擔全面開戰後果的一方，你會先選哪一張？你會選那張看起來像意外，又抓不到把柄，成本又最低的。這就是為什麼專家會說，電纜戰是戰爭之前的戰爭，是灰色地帶最鋒利的那把刀。他不追求一次打死你，他追求的是在不驚動世界的情況下，慢慢的、可否認的削弱你、試探你、拿捏你。而馬祖就是這把刀在台面上第一次被清清楚楚地亮出來。它切的規模剛剛好，不大到引發戰爭，卻大到足以收集所有他想要的答案。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要花這麼長的篇幅把這件事重新講一遍，因為看懂馬祖，你才看得懂那50幾天的斷網到底是一場意外，還是一次沒有硝煙的預演。當然，凡事都有另一面，我們也要把反方的觀點講清楚，才算公平。有人會說，你們這些分析太緊張了，海纜每年在全世界斷上100次，絕大多數真的就是意外，不要什麼都往陰謀想。這個提醒是對的，我們確實不該把每一次故障都當成攻擊，但反過來說，正因為意外這麼常見，這麼難分辨，它才成為最完美的掩護。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某一次是不是故意的，而在於一個國家有沒有能力在被切斷的那一刻還能撐得住、修得回、指揮得動。防衛的重點從來不是去猜對方會不會來，而是確保就算來了，你也不會倒。這才是成熟的思考方式。也有人会說，現在科技這麼發達，衛星遲早會取代海纜，擔心這個是不是想太多？這也點出一個未來的方向，但至少在可見的將來，衛星的總頻寬跟成本還遠遠追不上海纜。海底電纜在未來很多年裡都還會是網絡的主動脈，這代表這個脆弱點不會消失，它只會隨着我們越來越依賴網絡而變得越來越致命。這不是一個會自己好起來的問題，而是一個需要主動去補強的破口。好，講到這裡，我幫你把今天的重點收成3個你可以帶得走的觀念。第一，台灣對外超過90%的網絡壓在海床上的14條海底電纜，而他們上岸的登陸站高度集中在少數幾個點，這是海島型國家先天的脆弱，數量再多，收束點太少，一樣危險。第二，馬祖2023年那50幾天的斷網，從軍事的角度看，更像一場低成本、可否認的壓力測試，而不是單純的漁船意外。它替某些人測出了切斷一座島所需要的時間跟代價。第三，切斷海纜這種電纜戰，因為成本低、可否認又不觸發明確的戰爭門檻，被不少專家視為比大規模封鎖更可能先發生的一步。而台灣現有的備岸、微波、高軌衛星、星鏈各有各的極限，沒有任何一個能單獨完整頂替海纜。真正的解方是建立自己能掌握的多層備援，跟撐得住斷連的社會韌性。最後留一個問題給你，你認為如果哪天台灣真的面臨這種不流一滴血卻讓你斷網的壓力，我們現在準備的速度追得上威脅逼近的速度嗎？我們會繼續一集一集把這些台面下的戰略邏輯拆給你看。我們下一集再見。